大家好，这里是小科技，我是蒋振宁。这几年呢，各大手机厂商似乎都在想着如何摆脱手机同质化的问题。于是我们便见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机器。为了能与别家的产品区分开它们的样子呢也都千奇百怪。不难发现这些产品的卖点似乎都在屏幕上做出了改变。2个月前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这台机器这个机器的设计结构呢也是比较另类但由于这个品牌的手机业务早已退出了中国市场，想要得到它还是真不容易。不过好在一位哥们的帮助下终于它来到了这里。这款 LG Win 呢，作为前几期视频的彩蛋相信大家已经见过了。它呢是一台404手机其内置的一些服务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无法在内地使用的。整机略厚，重量呢也超过半斤，但拿在手里还是会让你忍不住的去盘它一盘。正面看上去会单纯的以为它只是一台屏幕略宽的曲面屏手机，当屏幕向左滑动的时候这块带鱼屏便会啪的一下横过来。如果用左手的话呢，就比较尴尬了。而且屏幕呢是单向滑动的，屏幕在旋转的过程中会有相应的音效与之映衬。可屏幕旋转的过度动画就显得有些跟不上节奏了，大概需要半秒钟后，手机才能做出反应。画面该横过来了。此时的 LG Win 呢，像极了夏普的9系列手机，只是 Win 的下半身键盘呢变成了一块方形的副屏。有了这块副屏你可以一边聊天一边看视频。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副屏还可以作为小地图。但目前呢，只有狂野飙车9国际服才能这么做。因为机身的结构原因，屏幕在按压时呢会有些下陷，尤其在玩竞技类游戏的时候，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呢会更加的明显。为了弄清楚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现象所以先取出卡托。卡托位于机身的左侧，双卡设计并支持 SD 卡扩展，设有防尘防水胶圈。关机，放置加热垫，加热3分钟后指甲就能划开一条缝隙。进入拆机片，沿四周划开，自下而上掀开。后盖上对应相头开孔的位置都设有缓冲泡棉，但是对应电池的位置并没有设置任何缓冲泡棉。3段式结构，机器的内部设计包括颜色搭配像极了3星。拧下表面所有同规格的13颗螺丝，取下顶部盖板，盖板上集成了无线充电。线圈呢通过触点与主板连接。右边比较显眼的呢是升降式的前摄模组，前屏的延长排线穿过主板的挖孔扣在主摄的旁边，而且挖孔下方呢是有一定深度的，这样呢是为了保证前屏在转动的时候有足够的空间。如果主板不挖孔将排线设计在另一面呢，排线就会非常的短，而且没有伸展的空间就很难实现转动了。断开电池，尾插排线、下屏幕排线、上屏幕排线和同轴信号线即可取出主板。3颗相头由同一防滚架固定。断开管角、主摄、运动相头排扣。取下相机模组后发现运动镜头是可以单独取下的，而主摄和管角是用胶固定至防滚架。为了测试 Win 的视频与拍摄效果我们找来了发售时间更早的小米10 Pro 与其进行对比测试。这是我们使用2台手机标准摄像头进行拍摄的样张。放大以后可以发现拥有1亿像素的小米10 Pro 在解析力上是优于4800万像素的 Win 的。在2倍拍摄时，2台手机的差距并不大。小米10 Pro 的中心画质呢会更锐一些，不过在5倍和10倍变焦的情况下，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有了10倍光学变焦的加入小米10 Pro 所拍摄出来的样张呢清晰锐利，基本没有什么噪点。而 Win 只支持10倍数码变焦，所以这一项呢完败。外景的成像 Win 的整体色调会偏冷一些。放大后我们可以看到 Win 出现了明显的色偏和断层的现象。中心细节的解析力小米10 Pro 呢会更有优势，不过边缘细节的解析力Win 却要高于小米10 Pro。在微距方面呢，2者表现差距不大。个人感觉小米的虚化会更好一些。在夜景模式下，小米10 Pro 的画面呢对比度会高一些，高光部分对比还好，只是2者自动白平衡有些差异。但是小米10 Pro 的暗部压得有点过重了，导致部分暗部基本没有了细节。综合来说呢，夜景模式下 Win 会更胜一筹。在视频方面 ，Win 加入了一个类似3轴稳定器的功能，它是由1颗超大管角的镜头，借助旋转结构与6颗传感器，实现类似于云台的视频防抖效果。但是画面呢是由大管角镜头裁切得到的，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呢，只支持1080p 分辨率的拍摄，这一点呢就比较可惜了。开启相机的第一人称视角模式，
小米10的画面左右晃动会比较明显，而Win的画面看起来呢相对就比较稳一些了。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一闪一闪的顿挫感，画面是直出的。小米10的曝光有点高，而且呢对比度会低一些，整体的色彩也会灰一些。后期把阴影稍微拉低一点，两者除了色温上有些不同，其他的呢基本都差不多。主板的话，不说是 LG 还真以为是三星，确实太像了。所有内联座的外圈都没有缓冲泡棉，这一大块导热硅脂的下方呢就是765G 处理器，顶部呢还有一颗传感器这个可能是 LG 专门为这款机器的特性故意设计的，因为上半部分的屏幕呢是有距离传感器的，当转开屏幕的时候，默认就用的这一颗传感器，当识别到屏幕收回的时候呢，又会切到前屏的传感器，所以很可能是怕别人不知道你用的是这款手机，让用户呢在屏幕展开的状态下也可以接打电话。在使用之前呢，我还在想，转开屏幕接电话应该会很酷，瞬间呢就会成为这条街最靓的仔你看人家呢都给你想到了。取下底部的盖板，扬声器呢与盖板一体，通过触点与副板连接。电池的容量为4000毫安时，宁德新能源科技中国制造。断开底部同轴信号线，镊子从底部慢慢断开胶的连接，取下尾插排线小板，上面集成了 Type-C 接口、送话器、天线接收和扬声器触点。侧边的天线小板呢也是通过胶固定至中框，而且还比较紧。慢慢的断开底部的胶，再将其取下。圆形振动被设计在顶部，通过触点与主板连接，拧下固定步进电机的螺丝，推出前摄即可取下电机。电机上或底部并没有加入散热硅脂，向外推出前摄。升降式的设计结构与我们之前拆解的其他机器并没有什么区别。拧下2颗固定螺丝，取下固定盖板后，取出 SIM 卡槽小板。听筒镶嵌在中框内部，由于听筒在下半部分声音呢是通过底部向上传，再通过上部的开孔传出。实测声音的输出音量基本和普通手机差不多。如果将听筒设计在上部的话呢，可能空间不够，还要在屏幕上重新设计连接点，还是这样的设计呢更合适。当屏幕旋转时，扭转弹簧回弹推动屏幕向上，这个液压杆呢跟汽车的减震有点像。打开屏幕转到一定角度时，液压杆收回瞬间产生阻力，防止屏幕在旋转时用力过猛。拧下固定转轴的6颗螺丝后，上下分离。这个位置呢有一颗用来限位的凸起螺丝为了保证屏幕的正常转动不会与底部摩擦，转轴中心这一块金属支撑板比较厚，好让上下两部分呢有合理的空隙，所以在按压屏幕两侧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凹陷。继续拧下固定转轴的10颗螺丝后，将转轴取下。转轴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前屏的话可以看到转轴这一边是一条独立的排线，经过小板转接与屏幕排线连接。这台不走寻常路的 LG Win 呢，当看到它的时候我会想起夏普，拆解它的时候呢，我又会想到三星。当各大手机厂商都在绞尽脑汁给屏幕变形的时候呢 ，LG 却反其道而行之，屏幕呢还是那个屏幕只是在更换了坐标位置的基础上，顺便加了一块副屏。它气质不凡，只可惜765G成了这台手机的短板。拿它做主力机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因为半斤多的重量也无法满足我的手感，没有高刷，性能呢也比较拉胯。不过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把它拿在手里打打快板，解解压。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